我爸说彩礼意思一下随男方，结果男生出两万。这个话呢，是我们这昨天一个那个沙河女生，97年的，她说的。这个女生家里边开超市的，然后女生跟父母一起工作，家里条件也还可以。父母呢就说这个出彩礼都意思一下就可以了啊，随男方就行，反正都是给女儿的嘛。他们自己也给这个女儿准备了嫁妆。结果呢，这个女生之前的这个男朋友也是沙河的，两个人到这个谈婚论嫁的时候呢，就问他说什么2万行不行，让女生就可伤心了啊。男生这边呢也是什么，就说了什么农村都是给这么多，但是据女生了解不是这样的，就是不想出，因为这个事儿呢就分开了。现在女生呢想找一个什么真心实意的男生，就是车房都可以没有啊，都不重要，但是呢你一定要真诚。你们说这个女生条件好找吗？各位看官，我是婚姻红娘凤姐，今天就来给大家唠唠我在这相亲战场上遇到的那些奇葩事儿，保证让你笑掉大牙，又能从中感悟人生百态。咱先说说这第一位姑娘，那可真是让我哭笑不得。有些人在婚恋市场上啊，那眼睛就长在头顶上，完全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。就说这位姑娘吧，一开始来找对象，问她年龄，她信誓旦旦地跟我说28岁。嘿，我这火眼金睛一看，就觉得不太对劲。咱也不是那种以貌取人的人，可这年龄总得靠谱吧。我就跟她要了个身份证，这一看可不得了，好家伙，35岁。我就问她为啥隐瞒年龄，她还理直气壮地说，本人显年轻，别人都说她长得像25、26岁的。我当时那个无语啊，就好比一辆开了10年的车，你能跟刚出厂的车相比吗？配件都该生锈了吧。这姑娘呢，还说自己把年龄说小点，是希望机会多一点。我就跟她讲啊，骗人这条路绝对走不长久。接着我又问她个人情况，在银行工作，年薪10万左右，整体条件还算可以，就是这年龄确实不占优势。问她择偶要求，那可真是语出惊人啊。有车全款，市中心有房全款，年收入在50万以上。说完这些，她还略有自知之明地跟我说，知道自己年龄大了些，长得一般，比不过年轻人，所以决定放低要求，接受离异的，但不能带孩子，还得找优质的，同龄或者偏小一些的。我好言相劝，说你想找条件好的，就得往年龄大的上面找，这样你的条件才会占优势。结果还没等我说完，他就给我怼回来，说年龄大的精子质量不好，他要优生优育，拖到现在没结婚，就是为了下一代考虑。哎呀，姐姐啊，你光考虑后代，不考虑自己吗？我还没回过神来呢，他又来一句，他已经冻卵了，早做好万全准备。那一刻我真是无话可说，我就基于现实情况给他分析，车房全款，年收入50万以上，35岁以内的男士，不管离没离婚，大概率都想找30岁以内工作稳定，感情线简单，性格温柔，长相可人的女孩子。还没等我说完，这姑娘就来一句，那不正是我吗？我显小，长相可人，还未婚。我这一听啊，自己都能给自己画大饼，我也不绕弯子了，直接跟她说，目前能匹配她条件还不错的，就是40岁离婚带孩子，有车有房，年收入在30万上下的，或者35岁以下离婚或者未婚，车房有贷款，年收入在10万上下的。这姑娘一听气得不行，说她相亲这么多年，多少年收入50万、100万的看上她，她都没入眼，现在让她选这些绝对不可能。她情绪特别激动，还觉得我看不起她。我劝她放弃幻想，认清现实，她说不能低头，皇冠会掉。后来我算是妥协了，给她找单身资料，有个38岁离婚不带孩子的男士，有2套房子，年收入30万左右。这姑娘看上了，结果提出见面要求，每个月要男方给她1万5的零花钱。我一听气得差点背过气去，问她凭什么？她说男方是离婚的，不公平，2套房子是婚前财产，不公平，婚后要当后妈也不公平，要生活费心里才公平。我这暴脾气啊，男方自己的东西你拿来说不公平，你算老几啊？这男生能不能看上你还不清楚呢，你就在这筹划你的春秋大梦。这姑娘听完说算了，不见面了，还觉得自己要求很正常，作为男人给女人生活费是应该的。
哎呀，这姑娘可能在银行工作，天天掉钱堆里了，掉钱眼里爬不出来了吧。最后还来一句，你不给我介绍，我可以找其他人。好啊，大门给你敞开，爱找谁找谁去。今天这事儿啊，真是让我开了眼。真心奉劝那些大龄妹子们放弃幻想，认清现实吧。看看自己的处境还有多少选择权，上了年纪就应该更加睿智，别眼高手低，挑来挑去。明明脾气不好，家里没多少钱，自己也没积蓄，又不是高高在上的公主，就别老想那些有的没的，踏踏实实找个适合结婚的人，好好过日子得了。你还有多少个10年可以等得起啊？明天我就把我这后面墙上放上3个字许愿池，看看有多少来做梦的。嘿，还得画俩王八，让你们清醒清醒。今天这唠嗑局啊，给人介绍对象这事儿，我也有很迷茫的时候。有个事儿特别有意思，前2天有个客户给我打电话，说凤姐啊，你得帮我找个对象，我这辈子都能记得你。哎呦，我一听，一辈子可别，我要是一辈子被人惦记，我睡觉都不踏实。我就问他情况，他张口就说99年的，没工作，就帮父母看看店。我好奇啊，问他开什么店。嘿，他还反问我，你是问中国的、日本的还是美国的？目前他们家在全球有100多家店。那一刻我真以为他在吹牛逼。我就说，小伙子，做人得诚实，你想找对象光靠说虚的可找不来好的。他听了还不高兴，说我质疑他。我说，我不是质疑你，是我接触的人里没你这么高层次的。突然来个金字塔顶端的，我要不质疑，那我肯定还在做梦呢。他说，姐，你要是说我骗你，那我确实骗你了。他们家除了很多店，还有很多产业遍布全球，小到纺织，大到信息产业。哎呀，我这不服啊，我也是从小在村里骑牛长大的人。这小伙子边跟我聊天，边给我发一堆照片，我那手机在旁边叮叮叮地响，打开一看，开劳斯莱斯的，坐直升飞机的，在国外山上滑雪的，住5星级套房的，还有一堆和明星的合影。那一刻我真觉得是我见识少了。我这回是真信了，就特别疑惑地问他，你都这条件了，你想要啥样的呀？他慢悠悠地说，要求不高，人看着顺眼，性格好，家里有几个亿就行。哎呀妈呀，我一听，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？你要几个亿的，我上哪儿给你找去啊？我说我能力有限，介绍不了。他说他圈子里该见的都见了，不是他看不上别人，就是别人看不上他。相亲让他特别抑郁，也很自卑，想找些新鲜资源。大兄弟啊，你自卑，我咋办啊？我还能钻地缝里去啊？你要几个亿的，太难为人了。他说那放低要求，几千万的也行。我问他是现金几千万还是估值几千万，他说肯定是流动资金啊，要是固定的，那几千万的人太多了。那一刻我真是哭笑不得，好歹我也认识2位有钱人。我问他比他大3岁的行不行，他说不行，就想找年龄小的。有个同岁的家里做服装电商的，他又说不行，2家实力不匹配，圈子也不容。后来我想起有个白富美找我做情感咨询，就把这事儿跟他说了。他一听很开心，我就把照片给了那女孩子，结果人家女方回了一句没眼缘，拒了。我真是尽力了啊！男士听完很郁闷，说他又不差钱，为什么不喜欢他？哥们儿，你不差钱，人家也不差钱啊。他们要么想找个比自己能力还强的，要么找个自己更喜欢的，要么你就找个差钱的，眼里只有你的。男士不愿意啊，还是希望找个身价几个亿的，有合适的就告诉他。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我那许愿池子上档次了，几个亿的这格局我以前都不敢想。谁说有钱人天天开心啊？他们也愁为啥你看不上我，我看不上你的。相亲面前大家起点都一样，有钱也解决不了所有问题。嘿，这世道有时候还真挺公平。还有个哥们儿给我打电话，差点没把我气进 ICU。 他请相亲对象吃了1年的饭，手愣是没牵上。这男士是95年的，在学业上很有成就，一路念到博士，搞科研的。学术有研究，可不代表其他方面也能全面发展，尤其是男女感情的事儿，他是一窍不通。去年有媒人给他介绍了个女硕士，98年的，人家姑娘不止学历高，长得还好看，一颦一笑都吸引着男士。
刚见面，男士还挺不好意思，觉得自己矮，怕女方看不上。这女孩子说了句身高不能衡量一个人的优秀，这句话一出来，男士更心动了。长得好看，说话又体贴，情商智商双高，真要娶回家，那不得高兴得蹦高啊。男士暗自下决心，一定要把她拿下，于是一到周末就约女孩子吃饭。人家姑娘有时候忙就拒绝了，这男士还亲自给人送饭去。有2次姑娘不舒服，男士亲自做饭送上门，这姑娘不好意思就收下了。这一收下，男士更有信心了，开始研究厨艺。鲁菜湘菜各种菜，人没追到手，一个博士都快成大厨了。认识快大半年了，男士想表白又不敢，饭都吃了几十次了，姑娘的态度还是不冷不热。他心里就犯嘀咕，这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啊？整天就在那儿琢磨，又觉得这么拖下去不是事儿，就让媒人问问女方有没有意思，想不想发展成情侣关系。女方回复6个字，人还行，再说吧。这模棱两可的答案把男士难住了，他也没人教过怎么谈恋爱啊，就去网上请教情感博主。博主教他找个黑灯瞎火的地方，故意拉他手试试，不甩开就是喜欢。他就照做了，结果约女方挺顺利，吃完饭也还行。但女方吃完饭就要回去，坚决不散步，男士没办法，开车送回去。路上手心冒汗，想起博主的话，就故意在红绿灯停车的时候拉了姑娘的手。姑娘愣了一下，过了一会儿把他手推开，说让他好好开车。男士懵了，这啥意思啊？不是马上甩开，还关心他，让他注意安全，十有八九是喜欢他。于是他有信心满满的追了姑娘半年，这一年周末姑娘的饭基本都是他管。前2天男士父母催婚，他着急了，周6吃完饭，他直接问女孩子能不能做男女朋友。姑娘一听说不喜欢他，男士急了，你不喜欢我早说啊，我都请你吃了1年饭了。姑娘赶紧找补，说以为他们是朋友，吃饭很正常。男士找我吐槽，追了1年，饭都吃了好几万了，约会分文不出也就算了，还这么高冷，一表白就爱答不理。我以前就跟你们说过，相亲那些让你追得很费劲的人，绝对不适合结婚。什么样的人合适呢？不用你花钱买很多礼物去追，也不用你百般殷勤地说花言巧语，只要你对他展露一丝喜欢，他就迫不及待地回应你。但凡那些让你送包送项链又送钱，铁公鸡一毛不拔，还理直气壮埋怨你的，这种人不靠谱。找个看不上你的，就算他妥协你的条件，你也得不到他的心，往后余生只有无尽的痛苦，结了也得离。咱再回到开头说的那位大龄姑娘，你说她咋就不能认清现实呢？年龄大了不是错，错就错在看不清自己的位置。总想着找个完美的对象，可这世界上哪有完美的人啊？你自己都不完美，凭啥要求别人完美呢？还有那个有钱的小伙子，你条件是好，可也不能太挑剔啊。找对象又不是做生意，非得门当户对，有时候感觉对了比什么都重要。再看看那个博士哥们儿，追了1年都没结果，还不明白吗？人家不喜欢你就是不喜欢你，你再怎么努力也没用。早点放弃，说不定还能遇到真正适合你的人呢。在这相亲的战场上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和要求，但有时候我们得学会妥协，学会认清现实。不是说让你随便找个人将就，而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，找到那个真正适合你的人。别总是活在幻想里，以为自己是公主王子，等着别人来拯救。现实是残酷的，没有那么多白马王子和灰姑娘的故事。我们都是普通人，就得过普通人的生活。所以啊，各位在婚恋市场上的朋友们，醒醒吧，别再做那些不切实际的梦了，看看自己的条件，想想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。找一个能和你一起过日子，一起经历风雨的人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别再为了那些虚无缥缈的要求，错过真正的幸福。凤姐，我在这里祝大家都能找到自己的另一半，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。